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診所的阿修，歡迎來到我的頻道。今天我們要來深度拆解一份非常關鍵的報告。這份報告來自頂尖人工智慧公司 Anthropic， 他們在近期發布了一個名為 Project Glasswing 的專案初步更新。我們都知道 AI 發展極快，但當這股強大的力量被應用在網絡安全領域時，我們面臨的是一個極度複雜且充滿矛盾的全新賽局。這就是我們今天要探討的核心主題 ：AI 資安的矛盾現象。這份報告揭露了現實，將會徹底改變我們未來10年的防禦策略，甚至影響每一家企業的生存法則。我們必須真正理解這個矛盾背後的邏輯，才能在接下來的 AI 時代中站穩腳步。在我們深入探討之前，我想先拋出一個非常核心的問題，請各位在腦海中想象一下這個情境。當人工智慧找出關鍵軟體漏洞的速度遠遠超過人類工程師能夠修補的速度時，到底會發生什麼事？其實這是一個讓人不寒而栗的悖論。我們一直以為擁有更強大的工具來找出系統的弱點，網絡世界就會變得更安全，對吧？但現實情況是，當 AI 以工業化的規模與驚人的速度，無情地將那些隱藏在程式碼深處的炸彈全部挖出來時，人類的修補機制卻依然停留在傳統的手工作業時代。這種速度上的巨大落差，不僅沒有立刻帶來安全，反而創造出了一個極度危險的空窗期。這就像是我們發明了可以瞬間透視整棟大樓結構缺陷的掃描器，但我們手邊卻只有少數幾個泥水匠可以去補強牆壁。為了徹底釐清這個複雜的局面，今天的內容我們將分成6個階段來推進。第一，我們會先回顧 AI 資安競賽的本質。第二，解析 Project Glasswing 令人震驚的初期成果。第三，探討開源軟體面臨的掃描狀況與危機。第四，深入分析人類修補量能的致命瓶頸。第五，提出適應全新風險的戰術策略。最後，我們再來看看 AI 防疫的未來走向。重點來了啊！我們直接進入第一部分 ，AI 資安競賽。這不僅僅是一場技術升級，這是一場尋找漏洞的典範轉移。各位要知道，過去的資安防禦其實就像是一場在中世紀進行的堡壘攻防戰。不論是攻擊方還是防守方，大家都必須仰賴大量的人工去逐行審查那動輒幾百萬行的程式碼。我們可以非常明確的對比舊時代與新時代的差異。在舊的時代裡，網絡安全進步的瓶頸完全受限於人類找出新漏洞的速度。因為找漏洞太難了，所以駭客找到一個0日漏洞，就可以在黑市賣出天價。但是進入由 AI 主導的新時代之後，情況完全反轉了。現在，安全進步的瓶頸變成了人類驗證、揭露以及修補這些由 AI 所發現的漏洞的速度。我們其實可以把這想象成一場醫療革命。以前我們缺乏精準的診斷工具，很多病灶找不到。現在我們擁有了超級核磁共振儀，一瞬間就能掃描出全身所有的微小腫瘤。但是問題來了，醫院裡的外科醫生數量卻完全沒有增加。這種防禦量能與診斷能力之間的嚴重失衡，就是當前資安界最大的痛點，也是所有企業都必須面對的殘酷現實。接着進入第2部分 Project Glasswing 的初期成果。Anthropic 在這裡展現了前所未有的規模與速度，這些數據絕對會顛覆你的認知。過去這一個月 ，Anthropic 與全球50個頂尖機構進行了一項深度測試。根據報告指出，透過 Cloud Mythos Preview 這個特別調教的模型，這50個合作夥伴在短短1個月內，總共找出了超過1萬個高風險或關鍵等級的漏洞。請大家務必把這個數字記在心裡，超過1萬個。在傳統的資安世界裡，一家大型跨國企業整個資安團隊耗費1年時間，能找出並修補幾百個高風險漏洞，就已經是非常浩大且值得慶祝的工程了。但現在，我們面對的是在1個月內直接挖掘出破萬個，隨時可能引發毀滅性災難的系統缺陷。這預示着接下來整個科技產業將面臨多麼巨大的修補壓力。我們不再是面對零星的火苗，而是面對一整片隨時會引爆的地雷區。接下來這點超級重要，許多參與測試的合作夥伴回報，他們找出漏洞的速率比起過去已經提升了超過10倍。大家要知道，在資安攻防戰中，時間就是最寶貴的資源。這不僅僅是找出漏洞數量的增加，更是品質與效率的指數級躍升。
10倍的成長意味着什麼？意味着原本需要耗費整整1年才能完成的系統安全審查工作，現在只需要不到2個月的時間就能徹底掃描完畢。這種效率的提升，標誌着我們已經正式告別了過去仰賴人工除錯的慢動作時代，全面進入了由機器智慧主導的高速資安攻防紀元。這也代表，如果駭客掌握了同樣的工具，他們的攻擊發起速度也會是傳統的10倍。我們來具體看看幾個合作夥伴的實際應用案例，這些都是真槍實彈的實戰結果。首先是全球網絡基礎設施巨頭 Cloudflare， 他們利用這個 AI 模型，在關鍵路徑系統中找出了2000個漏洞，其中有400個被歸類為高風險等級。最驚人的是， AI 判斷這些漏洞的準確度，甚至比他們內部資深的人類測試員還要高。再來，我們熟悉的瀏覽器開發商 Mozilla， 他們成功利用這個工具，為 Firefox 150版本修補了271個漏洞，大幅提升了全球使用者的上網安全。同時，英國的人工智慧安全研究所也對外確認，這是世界上第一個能夠從頭到尾獨立解決多步驟網絡攻擊模擬測試的 AI 模型。這代表 AI 已經具備了完整的戰略思考能力。最後，有一家合作銀行成功利用這個模型，攔截了一筆高達150萬美元的詐欺電匯。當時，駭客已經成功入侵系統，並偽造了語音指令，情況非常危急。但 AI 依然成功識破並阻止了這場攻擊。這些案例再證明，這項技術已經具備了改變遊戲規則的實力。進入第3部分，我們把目光轉向開源軟體。這非常關鍵，因為開源軟體就是保護整個網際網絡運作的基石。在過去幾個月的專案期間， Anthropic 的團隊掃描了超過1000個開源專案。各位一定知道，開源軟體像是整個網際網絡的隱形管線。世界上幾乎所有的基礎設施、伺服器，甚至你手上的智慧型手機，底層都運行着這些程式碼。一旦管線破裂，災情就是全球性的。在這成千上萬的掃描結果中，報告特別提到了一個非常具體的案例，叫做 Wolf SSL。這是一個全球數十億台裝置都在使用的開源密碼學函式庫，長久以來都以極高的安全性著稱。但是 AI 模型卻在其中發現了一個極度危險的隱蔽漏洞，甚至它還直接建立了一個概念驗證的攻擊程式。這個攻擊程式可以讓駭客輕易偽造安全憑證，進而架設一個看起來100%合法的假銀行網站。如果這個漏洞沒有被 AI 搶先發現並修補，全球數億使用者都有可能在不知不覺中把自己的賬號密碼交給駭客。這就是為什麼針對開源軟體的掃描至關重要，因為它牽動的是全人類的數位安全。我們來仔細拆解這份針對開源軟體掃描的數據。過去傳統掃描工具最大的缺點就是會產生大量的誤報，導致工程師疲於奔命。但這次的情況完全不同。模型最初估計，在這些掃描的專案中存在着6002個高風險漏洞。接着，資安專家針對其中1752個漏洞進行了極度嚴格的謹慎人工評估。我們直接看最終的重點結果。在這1752個評估樣本中，有高達1587個漏洞被證實是真實存在的，準確率達到了驚人的90.6%。而在這之中，又有1094個被確認確實屬於高風險或者是關鍵等級，佔比高達62.4%。這組數據傳達了一個非常明確，甚至有點可怕的訊息：AI 不是在亂槍打鳥，它擁有極高的精準度。它標示出來的弱點幾乎都是真實存在且致命的狙擊點。我們繼續聊下去哦，進入第4部分，人類修補的瓶頸。這是一個令人意外的發展轉折，也是整個悖論的核心所在。當我們看到 AI 擁有這麼高的準確率，找出了這麼龐大的漏洞數量時，真正的系統性危機浮現了。人類的修補能力已經達到了物理上的極限，這是一個嚴重的資源分配不均問題。報告中記錄了一段來自開源軟體維護者的真實心聲，非常值得我們深思。他們提到，現在正面臨着如洪水般湧來的漏洞報告，有些維護團隊甚至主動懇求研究人員放慢揭露漏洞的速度，因為他們需要更多的時間去設計並寫出修補程式。大家要有一個認知，絕大多數的開源軟體維護者其實都是無償的志工，他們是利用下班時間燃燒自己的熱情，在維護支撐全球網絡的程式碼。
現在，一個不知疲倦、運算能力驚人的 AI， 每天對着他們丟出幾十個致命缺陷，這無疑帶來了巨大的精神壓力與工作負擔。我們創造了一個能瞬間發現所有錯誤的神器，卻忘了我們並沒有準備好一支相對應的修補大軍。這種修補嚴重塞車的狀況，我們從報告中的一組數據就能直觀看出落差有多誇張。截至報告發表為止 ，Anthropic 已經向各方揭露了530個高風險或關鍵等級的漏洞。然而，真正完成程式碼修補的只有少少的75個，而正式对外發布公開安全公告的更是只有65個。從530到75，這中間巨大的數量落差，就是我們目前面臨的最大風險空窗。根據統計，平均一個由 AI 發現的嚴重漏洞，需要花費整整2個星期的時間才能完成修補。各位，在網絡攻防的世界裡，2週是一個非常漫長的時間。在這2週面，系統是完全赤裸的。如果惡意駭客也利用 AI 發現了同一個漏洞，全世界無數的企業系統就會處於完全沒有防備的狀態，任人宰割。第5部分，適應全新風險。既然修補速度跟不上，我們就必須學會在 AI 時代進行戰術生存。面對防禦跟不上漏洞發現的殘酷現實，整個產業界必須迅速改變做法。這就像是整座城市的建築物都被檢查出嚴重的結構問題，但在工程隊把所有牆壁補強之前，任何一場小地震都可能造成毀滅性的災難。針對軟體開發者，報告提出了非常明確的實戰建議。身為開發者，你現在絕對不能再慢慢來了。首先，必須大幅縮短修補週期。過去那種1個月更新一次，甚至1季更新一次的節奏，現在完全不管用了。其次，安全更新的程式碼必須以最快速度提供給客戶。第三，安全更新的流程必須設計得極度簡單，最好是無痛升級，降低使用者的摩擦力。最後一點非常重要，開發者必須採取更強硬、更積極的態度，持續要求，甚至透過機制強迫那些還在運行舊版軟體的使用者進行更新。在 AI 時代，基本的資訊衛生習慣已經升級成攸關企業存亡的關鍵要素。另一方面，對於企業內部的網絡防禦者，也就是廣大的 IT 與資安團隊來說，防禦策略也必須全面轉向。我們必須假設防線一定會被突破。防禦團隊必須盡可能縮短內部測試和部署修補程式的時間。同時，既然我們知道補丁會遲到，就必須強化網絡的預設安全設定，也就是所謂的結構性硬化。此外，強制全面實施嚴格的多重身份驗證，也就是 MFA， 已經是不可妥協的底線，不能再因為怕麻煩而放寬標準。最後，必須保持完整且全面的系統日誌記錄，這是你的監視器。一旦防線被突破，完整的日誌能讓團隊在最短的時間內進行偵測、追蹤與緊急回應，將損害降到最低。簡單整理一下剛剛的內容，我們看到 AI 帶來了巨大的修補壓力，但解藥往往也在毒藥旁。Anthropic 並沒有只負責找麻煩，他們也積極投入解決方案，推出了針對企業客戶的 Cloud Security 測試版。這套工具不僅能快速掃描程式碼找漏洞，它還能直接生成相對應的修補程式碼建議。數據會說話，在短短3個星期內，參與測試的企業客戶利用 Cloud Opus 4.7 模型，已經成功自動修補了超過2100個漏洞。這證明了一件重要的事：只要我們把強大的 AI 力量導向防禦與自動修復體系，我們是有機會把落後的修補速度重新拉上來，讓機器去對抗機器。最後，我們來到第6部分 ，AI 防禦的未來。面對如此強大的力量，我們該如何守住這道防線？隨着 AI 模型的能力呈現指數級成長，我們即將迎來資安防禦的下一個關鍵轉捩點。這牽涉到一個嚴肅的議題：擁有頂尖 AI 技術的科技巨頭該如何負責任地處理手中這把雙面刃？在這份報告中 ，Anthropic 做了一個非常明確的戰略宣告：他們目前決定暫緩向大眾全面釋出 Mythos 等級的強大模型。原因非常簡單，也很實際，因為我們整體的網絡防禦體系根本還沒有準備好迎接這麼強大的攻擊火力。在產業界能夠建立起有效應對大量漏洞自動修補的機制之前，把這種能輕易掃描出全球基礎設施弱點的工具交到所有人手上，是極度危險且不負責任的行為。Project Glasswing 的核心目的就是要讓防守方先拿到先進的偵測與修補武器，讓我們有時間把千瘡百孔的基礎設施
施補強，然後我們才能相對放心地迎接更強大、更開放的 AI 時代。這是一個基於全人類數位安全的必要戰略妥協。面對必然到來的技術擴散，我們必須自問：全球的資安生態系能否在強大的 AI 模型無可避免地落入惡意攻擊者手中之前，完成足夠快速的進化與適應？這是一場與時間賽跑的生存戰。最後總結今天的3大重點。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第一 ，AI 挖掘漏洞的速度已徹底斬壓人類修補的極限；第二，全球開源生態系正面臨前所未有的維護崩潰危機；第三，在防禦體系全面升級之前，限制頂級 AI 模型的釋出是我們必須爭取的戰略緩衝期。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如果你覺得這集有幫助，記得馬上點讚加訂閱加開啟小鈴鐺。我們正在衝訂閱，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們下次見，拜拜。